老夫人，老夫人！严掌柜，哎呀，怎么了？老夫人，少奶奶，不好了，杨总管他进去了。你别着急，杨总管他去哪儿了？是这样，杨总管要我陪他去看守所看少爷，可是临进门的时候，他突然让我回来报信，说他进去自首，这样他就有可能回不来了。什么？什么自首啊？他说，这件事一天要是没个结果，那少爷的命就悬着一天，所以此时必须有人站出来承认呐。承认？承认什么？杨总管说了，他去承认秀福的丝线是经过浸泡的，目的只是为了增加鲜量，绝对无毒。哦，对了，他还说他已经买通了医院的院长，要是那个老头子侥幸还活着，那化验的结果只是过敏，没有中毒的话，那就没有事了。妈，开太竟然会这么做！不行，雅青，我们得救他，不管花多大代价，都要把人保住，不然我怎么对得起他死去的父亲？妈，你别着急。裴姨，妈，去我的化妆台，去把我那2个玉镯子拿出来。哎，好。妈，别着急，我这就去看守所。我去，你在家带着孩子吧，家里也离不开你。妈，我去。就让念真去吧。妈，这是我最后2件值钱的首饰了，你拿去换点钱，上下打点的都需要钱。妈，您这……钱是身外之物，这东西本来就是备着保身的。别愣着，快去呀！严掌柜，咱们一起吧。那老夫人、少奶奶，你们千万别太着急啊，我们去了啊。哎。少爷，少爷，你怎么不睡啊？丝线的事是真的吗？不是真的。那是怎么回事？我已经买通了医院院长，让他按照我给他的方子，把那件衣服给浸泡了。你放心，那方子上面是致人过敏的成分，但绝对没有毒。现在咱只有求老天保佑，那老头子没有生命危险。只要他不死，医院就会得出结论，他只是过敏。我们本来是被冤枉的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全荣城的人都知道，谭立武生性多疑，心狠手辣。他要是找不到任何证据，反而更加危险。秀庄已经被查封了，如果我再迟来一步，他真的一怒之下，说不定你连命都没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少爷，事已至此啊，来，你该好好休息休息。把身体养好了，再想办法顺顺利利的离开这儿，这是大事儿啊！一家老小都等着你回去呢。家里
还好吗？出了这种事儿，还能好到哪儿去？还好万幸，老太太和少奶奶身子都还算安稳。别想了。爷爷，爷爷，爹，你醒了？我怎么在医院里呀？你晕倒了，你已经睡了2天了。啊！我记着我是在过寿呢，大家还在说我的新衣服好看来着。爹，您就别提您那件破衣服了，就是因为那件破衣服才把您害成这样。我怀疑有人在衣服里边下毒。啊？下毒？不可能吧？那件衣服是甜甜送给我的，怎么会下毒呢？就是，你不要乱说话。人家孙院长已经说了，爷爷这次生病是过敏引起的，根本就没有人下毒。你这个傻丫头，你说说你，人家拿你当枪使，你还蒙在鼓里呢。爹，这件事我一定要查清楚。如果真有人要害你，我绝不轻饶他。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不讲道理？人家医生说了，爷爷这次生病是过敏引起的，你非要成天把有人下毒挂在嘴边，你就喜欢把所有人都想成坏人，是不是？你个臭丫头，你给我闭嘴！你别以为你爸妈在国外，啊，就没人管你。你敢跟我叫板，我告诉你，你信不信我替你爸收拾你？我就是不服你，你就知道把武力放在嘴边，我就是不服。你立武，你都是这么大岁数的人了，怎么还和一个小孩子计较？再说了，那个佟少伟，我和他打过照面，为人腰挺背直，彬彬有礼，不像是坏人。就是啊，不像坏人。爹，那坏人还把字儿写在脸上不成？得饶人处且饶人。爹，就是甜甜，你要相信你大伯，他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公道的啊！哎呀，这太阳晒得可真舒服啊！要是再把我关在屋子里，我可真是要发霉了。爷爷身体没事就好，前2天啊，可把我们担心死了。啊，没事儿，我这身子骨硬朗着呢。啊，来，哎，小心。啊，哎，坐。爷爷啊，您能不能和大伯好好说说，让他尽快把佟少伟给放了？哦，我说呢，怪不得我的宝贝孙女儿这2天一直闷闷不乐的，原来是在替他人着想啊。爷爷，您是不知道，那看守所里真不是人待的地方，里面什么老鼠啊、蟑螂的一大堆，而且还有什么杀人犯，真的好可怕。你是喜欢上那个佟少伟了？对啊，不是，才不是呢。有蹊跷，跟爷爷说说。我确实喜欢，我曾经确实喜欢过他，我还向他表白过。可是，你爱我吗？那你现在不爱我，将来会不会爱我？一点可能都没有吗？没有。为什么？
我心里只爱一个人。爷爷，您说我是不是很丢脸？爷爷真羡慕你们现在年轻人的勇气呀！不怕丑的勇气是不是？这么说，那个佟少伟是个正人君子。他是个正人君子，而且他还有些清高呢。哦，那么那个陆雅青陆姑娘，你认为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陆雅青，我认为她是个很了不起的女人。没想到她能得到甜甜你这么高的评价啊！所以说啊，爷爷，他们都是特别特别好的人，绝对不会有坏心思的。爷爷，您相信我吗？相信。那您赶紧和大伯好好说说，让他赶紧把佟少伟给放出来。我怕他在看守所里面，指不定被人欺负成什么样呢。甜甜，你知道吧？今天爷爷特别高兴，我们甜甜长大了，能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了，这是一件好事情。爷爷，您这么正儿八经的夸我，我会不好意思的。老夫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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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少伟回来了，少伟回来了。妈，儿子不孝，又让您担心了。开太无能，让老夫人担心了。你这个傻孩子！万一有个什么意外，我该怎么跟你爸爸交代呀？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起来，少伟。少爷，福禄，赶快去把火炉端过来。好，好。老妈，你没事吧？我已经派人去问过了。之前咱们账上所有的钱都被罚没了，柜上所有的货物也悉数被销毁了。做什么？我去找他们。不许去！妈，你还要不要命了？东西没了可以再造，这人没了，就什么都没了。只要你们都好好的，只要我们大家都在一起，我相信我们佟家一定可以重新站起来。妈说的对，只要我们一家人都在，什么都不会打垮我们。
不早了，睡吧。我曾经想过许多种孩子出生以后的生活，我想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他。但是造化弄人，没想到他爹竟是现在这副模样。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样的意外。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吗？我小时候，你小时候最关心什么？我小时候，我想我爸能早点回家，那样的话，我妈就会很开心。其他具体的事情，我也记不清楚了。那你会关心秀庄吗？从来不关心。那你喜欢什么？我喜欢画画，出去玩。你看，对于小孩子来讲，真正关心的并没有那么多。对于他来说，最重要的就是父母能在他的身边，一家人开开心心的，对不对？你跟我在一起，有没有后悔过？从来没有，哪怕一点点？没有。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，并且相信，你心里有我。不管我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你一定会出现的，守在我身边。你知道吗？这么长的时间，能经历这么多的困难，是因为我知道有你在。以后，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，我和玲珑都在你身边，在你需要的时候，给你力量。谢谢。还难受吗？好多了。皇兄，皇兄，皇兄，快坐。好东西啊！这是我专门找人给你弄来的上等的烟膏，尝尝。哎呀，闻着就香。杨兄，今天怎么这么慷慨呀？啊？明知故问，今天我心情好，必须高兴。今儿终于把佟少伟那臭小子一家给打败了，能不高兴吗？好事儿。哎呀，来，干杯！哎呦，这话怎么说来着？这佟家呀，还真没到彻底要垮台的时候。杨兄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问你啊，如果说今天佟家就垮了台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这太有好处了！他们佟家欺负我们皇家这么长时间了，我们现在终于打了个翻身仗，我能不开心吗？喜善呐，喜善。这平时吧，你挺精明的，我总觉得你还是块经商的料，可有时候就是精得过了头，这格局有点太小了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不打败佟家？什么是商？
商就是钱。什么是商人？就是赚钱的人。任何一个出色的商人，永远都要把赚钱放在第一位。什么情啊、义啊，那都是为赚钱服务的。如果因为这些琐碎的小事儿而耽误了赚钱，那可不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之举哦。你这话，我明白。现在不让同济垮台，人家能给你赚钱，干嘛让他倒啊？说的也是啊。那下面该怎么做呀？童家呢，现在是什么都没了。不过他同济这2个字儿就很值钱，再加上陆雅卿这个活招牌，如果谁这时候能入股，甚至接管同济的生意，皇少爷你算算，这值多少钱？值钱，值大钱。行，我去找他谈谈。哎呦，咱能想得到，人家其他绣庄老板想不到，这会儿肯定排着长龙在约谈呢。童少伟虽然什么都没了，可他有这2个法宝在，他就能稳坐钓鱼台。这会儿你去找他谈，他能理你？你说的没错，他肯定不会理我。这臭小子在我这儿没少变脸。我去找他，他肯定不会给我好脸色看。反正呢，现在荣城这个刺绣业就是这么个状况，谁能得到同济这块招牌，谁就有可能一举做大，把其他家远远地甩在身后。不知道皇少爷，你是想当领头的呢，还是想当被甩在后面的？我当然不愿意被甩在后边。可是你也知道，就我这猪脑子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。杨兄，你主意多，要不你帮我想想办法呗？啊？我要是找童少伟谈谈，他应该愿意和你合作。那好啊，杨兄，那就麻烦你了，帮我去找他谈谈。瞧你这急性子，我这给你的上等烟膏你还没尝呢，来，先抽2口。杨兄，咱俩认识多长时间了？谁不了解谁呀？说点难听的，你一撅屁股，我都知道你要拉什么屎。行了，别拐弯抹角了，说吧，这股份你想分多少？你说。行，那我就说了，6、4分，你6，我4，成不成？喝酒吧。不是我这脾气这么急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哎，行了，你就说个痛快话吧，到底怎么样吧？哎呦，你看看啊，我既然能说动童少伟跟你合作，那我也能同样说服他跟其他家合作。可毕竟你们2家之前这关系，皇少爷，您得体谅我的难处啊。行，7、3分，你7我3，这下可以了吧？就这么定了。来，来。不过呀，还有个条件。还有个条件？什么条件？把小梅娶进门。小梅？哎呦，杨兄，咱俩这事儿跟小梅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仔细想想，绝对有这个必要。不是，杨兄，我跟小梅，你说我们俩还没到那个玩够了，休了不就完了吗？我已经玩够了。反正话我跟你说过了，做不做，由你。老夫人，您来了。人都哪儿去了？啊，伙计和绣娘们，该告假的我都给假了，有些呢，直接提出辞职，
我也准了。大家的账都结了吗？都结过了。账上不是已经没钱了吗？啊，是我和杨总管都各垫了一些。杨总管说了，这总不能让伙计和绣娘们带着骂名离开咱们绣庄吧？老严，委屈你了。你在同济待了整整30年，从一个搬杂货的小工做到掌柜，同济可以说是你看着一点点长大的。没想到，如今落到这副光景。你一身经验，想挖你的绣庄肯定不少。如果有好去处，不要跟着同济受苦了。夫人，这屋子老严都待了30年了，我哪儿都不去。夫人，夫人，咱不提这事儿。我觉得我们应该想尽一切办法，把咱们的绣庄重新整顿起来。少尉，现在情况怎么样？中南银行催得很紧，像我们这种情况，是不可能宽限的。如果1个月后还不上1万块大洋，这房子恐怕就保不住了。之前我也跑了2家跟我们合作过的，哎，真的是墙倒众人推呀。看咱们这般光景，他们躲得比谁都快。实在不行，就把咱们现在住的宅子卖了吧。这绣庄是要保住的，还了贷款，剩下的钱再去翻本。老夫人，那老宅子可是童家祖上留下的基业啊，就算真的是卖了，这么一大家子人，您让我往哪儿安排啊？老祖宗那边，只能我日后去交代了。咱们这一家老小，如果你们愿意，就跟着我回乡下住一段时间。如果你们有其他的去处，我也不拦着。妈，我们应该还没到这个地步。我还有个办法，就是跟其他绣庄合作。怎么合作？同济虽然1没钱，2没货，但是我们有几10年的行业经验，还有同济响当当的招牌。更何况，我们还有雅青。大家都知道，雅青是荣成绣神。和我们同济合作，就拥有了绣神。少爷刚才说的法子，我也想到了。我昨天我也找了2家谈了谈，他们的说法跟少爷一样，最感兴趣莫过于雅青姑娘的绣法。至于少爷提到的经验和招牌，他们真的不怎么感兴趣。我想这也正常。现在时代变了，大伙儿都学会了做广告。各个绣庄在这些年都在做自己的招牌，所以咱们同济这2个字儿，也真的没什么了。没关系，
各家有各家的想法，去多跑跑几家吧。不一定是绣庄，其他行业也可以合作。我担心的莫过于时间。对谈判来讲，时间越紧，所谈的条件也就越有限。开泰，你有什么办法？其实，有一个现成的人，就是我们最佳的合作伙伴。谁？黄喜善。他？怎么可能？怎么能跟他合作呢？你先别急，听开泰说完。大少爷跟黄喜善有过过节，这我也知道。只是从纯生意的角度来讲，咱们跟黄家合作，有以下几点好处。第一呢，黄记是整个荣城唯一一家完全用机器绣的绣庄。咱们同记最大的特色就是坚持纯手工原创，两家可以互不干扰，各自发展。也就意味着同记的招牌可以不受别的因素的影响。第二，黄喜善为人精明，喜欢定规矩，用规则来管理人，这正是我们最需要的合作模式。大家想想，如果真找一个事事斤斤计较的人，事事过问的人来合作的话，那未来的日子咱们会有多痛苦？这第三，也是我觉得最妙的。黄喜善刚刚去世的夫人，是咱们少奶奶的好友。她现在的续弦，又是咱们童家的人。童家的人？对，就是李小姐之前的丫鬟，叫小梅。小梅，这可真是想不到啊！是啊，有了这层关系，同黄两家合作就有了好的基础。所以啊，我今天把我的想法谈出来，相信各位一定能商量出合适的方法。我认为，如果找不到更好的合作伙伴，黄记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少伟，你觉得呢？那就这样定吧。事不宜迟，马上就去谈。少爷，我觉得咱们还是先别轻举妄动。咱们现在如果有什么动静，就等于暴露了咱们的底。我看，还是我先跑一趟，这样之后谈判的时候也好有个余地。只是您现在先要告诉我，在谈判这一块，您的底线是什么？底线必须保留同记这2个字。妈，你觉得呢？我老了，接下来就让你们年轻人放手一搏吧。妈，别这么说。您永远都是我们的主心骨。是啊，妈。这个时候，我们需要你的精神支持。老夫人，我们都需要您。杨总管，坐坐坐坐。哎，来，先喝茶。杨总管有什么事啊？怎么又在这里啊？怎么了？没什么事儿，约你在这儿叙叙旧不行啊？
杨总管有多少大事要做啊？跟我们这些下人有什么好叙旧的？您就别取笑小梅了。杨总管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小梅啊，之前呢，开太多有得罪之处，你可要多见谅啊。杨总管，您可千万别这么说。咱坐下说话吧。杨总管，小梅是什么身份，小梅自己心里都清楚。小梅啊，我呢不是个喜欢转弯抹角的人，不像那个黄喜善。哪天高兴了，嘴上像抹了蜜一样，弄得真想把你娶进门里；哪天不高兴了，就能翻脸不认人，恨不得立马让你卷铺盖走人。小梅啊，我说的是不是真的，你心里比我清楚。杨总管，你能把小梅送到皇府，已经是小梅的再造父母了。你要是能再帮小梅一把，小梅今生今世都会记得您的好的。言重了，因为咱俩是旧交，该帮的忙我一定会帮。你放心，你的事儿我马上跟黄喜善提。最近呢，我和他还有生意上的往来，有什么事儿，他真的得听我的。多谢杨总管的大恩大德，小梅这辈子都不会忘的。好了好了，有些话不用跟我说，记在心里就好。会泡茶吗？会。说说你们谈的怎么样了？挺顺利的，黄喜善已经答应资金注入，收益按4、6分，我们占4。那也还可以。不过他提出一个条件，让雅青必须在1个月之内交出多股绣的绣法，并且让产品上市。雅青的身体吃得消吗？妈，我还好，而且也已经有想法了，应该可以做得到。我们童家现在全都仰仗你。妈，开泰也不含糊，也提出了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总经理必须要由童家的人来当。开泰想得周全。那这个人选，你们定了吗？本来少伟应该是最合适的人选，可是黄喜善怎么都不答应。其他的人选嘛，严掌柜资历是够了，但是性格比较软弱，我怕在有些事情上会被黄喜善欺负。后来雅青提议让念真当。念真？念真读过书，也入过行，有资历也有眼光，目前看来是最合适的人选。念真是不错，可她的身份，让一个被休出门的女人代表童家抛头露面，这说出去毕竟不好听。除非给她一个名分。你们有没有想过开泰？想过。如果没有其他人选，可以让他去做。开泰啊，他家里家外的事情都处理得很周全，当然没话说。但是有时候我觉得他有些阴，有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我跟你们说一个故事。当年你爸走后，只剩我一个人在操持同济。同济之所以能做起来，有一个最大的功臣，就是杨显山，开泰的父亲。就在同济刚刚站稳脚跟的时候，
杨显山就偷偷地把同济的绣法卖给了当时的荣记。我知道后勃然大怒，马上把他赶出了绣庄。不久之后，他就一病不起。之后我才知道，他出卖绣庄的原因，是为了赚钱治病。他既然是同济的大功臣，要治病，为什么不问同济之丈？要做出那样的事情呢？显山得的是寻花问柳的病，他老婆走得早，人又年轻，一不小心就染上了。这种病也不好跟人家说。原来如此。显山临终前，他拜托我，不要把真相告诉开太，并且好好抚养他长大。这个秘密我在心里已经藏了20多年了。所以开太一直认为，他父亲是同济的大功臣。人的心性是最难琢磨的，可是我相信，世上没有绝对的坏人，凡事都把别人往好处想，自然就会多有福报。